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1集。在遥远的未来，科技飞速发展，电子竞技已成为全世界最热门的娱乐之一。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玩家们透过游戏操控着他们的英雄角色，在激烈的战斗中争夺胜利。而在这些英雄角色当中，有一群被称为封神榜的顶尖选手，他们拥有超凡的技术和战略，令其他玩家望尘莫及。第一部《起义之声》，故事的主人公李小明是一名年仅20岁的年轻大学生，他热爱电子竞技，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名顶尖的电竞选手。然而，他的家庭却不赞成他从事这项职业，双方关系紧张。一天，李小明在网络中结识了一个神秘的玩家，名为剑气千里。这位玩家实力强劲，且拥有丰富的游戏经验，很快就成为李小明的滑铁卢。在多次对战后，李小明终于意识到自己程度的不足，决心要变得更强。在偶然的机会下，李小明得知了一个名为神狼学院的秘密组织，这里收集了世界各地最优秀的年轻电竞选手，训练他们成为真正的封神榜成员。李小明决定不顾家人反对，偷偷报名参加学院的入学考试。在神狼学院里，李小明结识了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怀抱着成为电竞明星的梦想。在严格的训练下，大家不断进步，渐渐地组成了一支坚强的队伍。然而，学院里却有一股阴影存在，一些老师和学生似乎在隐瞒着某件秘密。在首次的校际比赛中，李小明和队友们表现出色，顺利赢得胜利。但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惊悚的事实：对手队伍的成员竟然是被控制了。他们的行为像机器人一样，完全听从他人的指令。这使李小明等人对电竞世界的本质产生了怀疑，决定要深入调查真相。第二部《阴影之行》，为了追查真相，李小明和队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遭遇危险。他们发现电竞界存在着一个神秘组织，名为影子集团。这个组织背后操控着许多选手和队伍，透过比赛的结果谋取利益。在接连的挑战中，李小明等人不仅要面对高超的对手，还要应付影子集团派出来阻碍他们的调查。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神狼学院的创办人其实是影子集团的首领之一。在收集足够证据的过程中，李小明和队友们遭遇了影子集团的伏击，他们被困在了废弃的电竞场馆中。在险境之中，李小明和队友们齐心协力，利用他们的游戏技术和智慧，击败了影子集团的多名成员，成功逃脱。然而，就在李小明以为事情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却意外地发现了影子集团的真正目标。他们打算利用电竞进行大规模的心理实验，操控人们的意志，将全球电竞力量集中于他们的手中。第三部《光明之路》，为了阻止影子集团实现他们的阴谋，李小明和队友们决定公开揭露组织的真面目。他们在网络上发布了一段关于影子集团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整个电竞界的震惊。在压力之下，影子集团的首领终于现身。他冷酷地告诉李小明和队友们，他们早就掌控了电竞界的一切，并且有能力将整个产业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下。但李小明和队友们并未畏惧他们，他们团结一致，运用他们精湛的游戏技术和决策能力，一路势如破竹地摧毁着影子集团的计划。最后，在经过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后，影子集团被彻底摧毁。李小明和队友们终于制止了其阴谋。在故事的最后，李小明和队友们获得了众人的尊重和赞赏，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封神榜成员。
并继续在电竞界发光发热。同时，他们也呼吁着整个电竞界要警惕像影子集团这样的势力，共同维护电竞界的公平和正义。这场斗争虽然结束了，但李晓明和队友们知道，他们只不过是对抗巨兽的一支小队，还有许多挑战等着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们将继续前行，守护着电竞界的光明未来。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2集。在李晓明和队友们成功摧毁影子集团之后，他们成为了电竞界的英雄。但他们知道，这只是战斗的开始。为了防止类似影子集团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跨国性的电竞组织，旨在维护电竞界的公平和正义。这个组织名为电竞守护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监控电竞比赛中的可疑活动，并及时报告给相关部门。此外，电竞守护者还负责培训年轻电竞选手，帮助他们提升技术和心理素质，成为更出色的玩家。在电竞守护者的领导下，电竞界逐渐走向健康发展，但还是有一些人觊觎着电竞的权利和金钱。其中，有位富商趁机提出收购多间知名电竞队的提案，这将给电竞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李晓明和队友们意识到，这可能又是一个阴谋的诞生。他们决心阻止这宗交易，但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富商拥有庞大的财富和权力，而电竞守护者却是支刚起步的非营利组织。于是，李晓明召集了所有队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斗争的 Collective。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了大批支持者关注这件事情。随着舆论的压力，政府介入调查，并发现那位富商确实存在不法行为。最终，富商的收购计划被否决，电竞守护者的使命也得以继续推行。李晓明和队友们成为了电竞界的英雄，他们不仅赢得了荣誉，更证明了自己作为领袖的能力。在之后的日子里，李晓明继续带领着电竞守护者，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但无论敌人多么强大，李晓明和队友们都从未退缩。他们始终相信着自己的信念，守护着电竞界的未来。在下一次的斗争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局势和更强的对手。他们必须团结一致，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够胜出。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不仅要捍卫自己的信念，更要保护那些依靠他们来实现梦想的年轻选手。随着故事的发展，李晓明和队友们将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智慧和团队精神。他们的故事将继续在电竞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成为永恒的经典。本集故事内容叙述了李晓明和队友们在成功摧毁影子集团之后，成立了电竞守护者组织，致力于维护电竞界的公平和正义。然而，他们仍然面临着富商企图收购电竞队的威胁，于是他们挺身而出，组成斗争 Collective， 成功阻止了富商的收购计划，保护了电竞界的利益。李晓明和队友们成为电竞界的英雄，继续守护着电竞界的未来。第3集：守护者的诞生。在击败影子集团之后，李晓明和队友们深知电竞界仍充满未知的危机，于是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组织，专注于维护电竞界的公平与正义。这个组织名为电竞守护者，由李晓明担任首任会长。电竞守护者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前职业选手、教练、分析师、安全专家、法律顾问等。大家共同的目标是确保电竞比赛的公平性，防止类似影子集团的情况再次发生。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电竞守护者采取了多项措施。他们建立了一套全国性的监控系统，
可以实时监控各项电竞比赛，侦测可疑的活动。此外，他们还培训年轻电竞选手，帮助他们提升技术和心理素质，成为更出色的玩家。在电竞守护者的努力下，电竞界逐渐走向健康发展。然而，仍有一些人觊觎着电竞的权力和金钱。当一位富商提出收购多间知名电竞队的提案时，电竞守护者立刻察觉到此事恐将为电竞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李晓明和队友们意识到，这可能是另一次阴谋的诞生。他们决心阻止这宗交易。然而，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富商拥有庞大的财富和权力，而电竞守护者却是只刚起步的非营利组织。于是，李晓明召集了所有队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成了一个斗争 collective。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吸引了大批支持者关注这件事情。随着舆论的压力，政府介入调查，并发现那位富商确实存在不法行为。最终，富商的收购计划被否决，电竞守护者的使命也得以继续推行。李晓明和队友们成为了电竞界的英雄，他们不仅赢得了荣誉，更证明了自己作为领袖的能力。在之后的日子里，李晓明继续带领着电竞守护者，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但无论敌人多么强大，李晓明和队友们都从未退缩。他们始终相信着自己的信念，守护着电竞界的未来。在下一次的斗争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将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局势和更强的对手。他们必须团结一致，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够胜出。在这场战斗中，他们不仅要捍卫自己的信念，更要保护那些依靠他们来实现梦想的年轻选手。随着故事的发展，李晓明和队友们将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智慧和团队精神。他们的故事将继续在电竞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成为永恒的经典。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3集。在李晓明和队友们成功解散影子集团之后，他们收到了一份神秘的档案，上面记录着电竞界另一个隐患：一些恶意的竞争对手使用非法手段赢得比赛。这次，李晓明和队友们面临的挑战比之前更加棘手。他们不仅要面对个人利益的冲突，还要处理跨国的犯罪行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晓明决定深入虎穴，拆穿幕后的真凶。在调查过程中，李晓明发现这些恶意竞争对手其实是由一家私人企业集团资助的。他们透过骇客入侵比赛系统，修改游戏数据，以确保旗下球队的获胜。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李晓明和队友们决定将案件交由执法部门处理。然而，在案件调查期间，李晓明和队友们却收到来自该私人企业集团的死亡威胁。他们不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甚至连电竞守护者的基地都遭到了袭击。在危急关头，李晓明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鼓舞着队友们奋力抵抗。在之后的行动中，李晓明和队友们与警方合作，成功破获了该私人企业集团的 account。他们证明了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勇气，也赢得了公众的尊敬和信赖。而这次事件也让李晓明更加坚定了保护电竞界的决心。他将继续带领电竞守护者对抗任何威胁着电竞界公平性的势力。在下一集的故事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将面对另一个棘手的任务：阻止一款新游戏内出现的作弊程式。这款游戏将成为下一届的官方杯赛专用游戏，而作弊程式的传播将对整个电竞界造成巨大威胁。李晓明和队友们必须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找到作弊程式的源头，并且制止它的传播。在这次任务中，李晓明将再次面对个人利益与团队目标的冲突。
他必须在保护队友、保护电竞界和保护自己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随着故事的发展，李晓明和队友们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考验，但他们的信念和勇气将引领他们走向胜利。本集故事内容叙述了李晓明和队友们在成功解散影子集团后，又发现电竞界存在另一个隐患：恶意竞争对手使用非法手段赢得比赛。李晓明决定深入调查，最终发现是私人企业集团在资助这些对手。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他们将案件交由执法部门处理，同时也面临着人身安全威胁。在危急情况下，李晓明展现出了非凡的领导力，成功保护了队友和电竞界。李晓明和队友们将继续面对电竞界的各种挑战，他们的行动将决定着电竞界的未来。第5集逆袭之路。在成功打败私人企业集团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成员们以为电竞界已恢复平静，但没想到，另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正悄然逼近。这个新敌人是一个国际性的电竞组织，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技术实力，目标是主宰整个电竞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包括使用非法手段。李晓明和队友们发现，该国际组织已经渗透到了许多电竞队之中，并勾结了某些不肖业者，企图操控比赛结果。面对这样庞大的威胁，李晓明和队友们深知，此次对抗将是场艰苦的战斗。为了击败这个国际组织，李晓明决定从内部发动攻势。他召集了亲信，组成了一支精锐小队，潜入敌营收集情报，同时，他也在外围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对国际组织的资金来源和势力范围进行了打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局势下，李晓明和队友们发挥了出色的战略智慧，多次挫败了国际组织的阴谋计划。然而，国际组织并未因此而放弃，他们仍在继续策划着更强悍的攻势。在这一波反击中，李晓明和队友们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例如来自队友内部的背叛、资金短缺，以及国际组织的反击等。李晓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必须在保护队友、保护电竞界和保护自己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他们将与国际组织展开殊死搏斗，以保护电竞界的公平和正义。在这场史诗般的战斗中，李晓明将展现出非凡的领导力和斗志。他和队友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他们所信奉的理念。本集故事内容叙述了李晓明和队友们在成功打败私人企业集团后，又面临了更强大的敌人——一个国际性的电竞组织。李晓明发现该组织正试图操控比赛结果，他决定从内部发动攻势，同时在外围展开打压。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李晓明和队友们透过优异的战略智慧，多次挫败了国际组织的阴谋计划。然而，国际组织仍未放弃，李晓明和队友们将面临更多挑战和考验。于是，他们将全力以赴，保护电竞界的未来。第6集绝地反击。在与国际组织的搏斗中，李晓明和队友们逐渐崭露头角，他们的英勇事迹在电竞界广为流传。然而，国际组织并未因此而屈服，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李晓明和队友们深知，此次对抗已然恶化，他们必须做出更大的牺牲和奉献，才能保护电竞界的公平和正义。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将面临各种考验，例如如何维持队内团结，如何取得外界支援，以及如何突破国际组织的防线。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4集。
在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队友们成功营救李晓明，并瓦解国际组织后，他们收到了来自电竞界各界的感谢和表扬。这一场胜利不仅让李晓明和队友们受到了众人的尊敬，更让他们成为了电竞界的英雄。然而，在这胜利的背后，李晓明和队友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李晓明在拯救过程中受伤严重，而其他队友也都各自承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在这段艰苦的时期，他们得到了许多人帮助，包括他们的教练、队友以及电竞界的前辈们。在康复期间，李晓明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和教训与更多人分享，以期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他创办了一所电竞学院，教授年轻选手和专业人士如何在电竞界安全、公平的竞争。与此同时，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队友们也在筹备着下一场重大任务。他们发现了一个涉及多个电竞组织的大型电竞赌博集团，该集团利用比赛结果牟利，并且已经影响到许多电竞选手的生活。李晓明和队友们决定深入虎穴，调查该电竞赌博集团的真相。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如何获得足够证据，如何防止遭到报复，以及如何保护队友的安危。在李晓明的领导下，电竞守护者成员们齐心协力，最终成功地摧毁了该电竞赌博集团。在这次行动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再次展现了出色的战略智慧和团队合作精神。随着案件的结束，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队友们成为了业界公认的英雄，他们的事迹流传至今，激励着新一代的电竞选手和专业人士。而李晓明则继续致力于电竞界的发展和进步，为电竞界创造了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竞技环境。在下一集的故事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他们将参加一场国际性的电竞赛事。在这场赛事中，他们将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和强队，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李晓明和队友们将全力以赴，希望将电竞守护者的名声传播到全世界。他们在赛事中的表现将决定他们未来在电竞界的地位，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这场比赛。本集故事内容叙述了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在成功拯救李晓明并瓦解国际组织后，接着又面对了一个新的挑战，参加国际性的电竞赛事。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李晓明和队友们将展现出他们的实力、策略和团队合作精神。这场比赛的胜负将决定电竞守护者在电竞界的地位，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这场比赛，也保护电竞界的公平和正义。第7集：世界级舞台。在参加国际性电竞赛事的过程中，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队员们经历了严峻的训练和挑战。他们不仅要适应新游戏的规则和玩法，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其他强队的压力。在赛事中，李晓明和队友们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实力，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一路战胜强敌，最终进入了决赛。决赛中的对手是另一支强大的队伍，他们在赛事中一直表现得十分出色。在决赛中，双方拉锯激烈，李晓明和队友们发挥了出色的团队合作和战略智慧，他们巧妙地利用自己的优势，逐渐扭转了战局。最终，电竞守护者以惊险的比分获得了胜利，赢得了这场国际性电竞赛事的冠军。这场胜利不仅是李晓明和队友们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更证明了他们作为电竞守护者的实力和价值。他们不仅在电竞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更被誉为是保护电竞界公平和正义的英雄人物。在接受采访时，李晓明表示，
这场胜利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团队的共同成就。他感谢了队友们在比赛中的出色表现，也感谢了教练和后勤人员的支援和帮助。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队员们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人物，他们的事迹被广为流传，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受到了无数人的尊敬和崇拜。在未来的日子里，李晓明和队友们将继续在电竞界发光发热，他们将保护电竞界的公平和正义，并为电竞界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一集的故事中，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参加了国际性电竞赛事，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他们在赛事中表现出了出色的实力、策略和团队合作精神，最终赢得了冠军。此胜利不仅为李晓明和队友们带来了职业生涯的重大里程碑，更使他们成为了全球知名的人物，受到无数人的尊敬和崇拜。第8集：光荣与使命。在赢得国际性电竞赛事冠军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队员们接受到了各界的表扬和奖励，他们成为了电竞界的宠儿，受到了无数粉丝的崇拜和喜爱。然而，李晓明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清楚地认识到，作为电竞守护者的领袖，他肩负着保护电竞界、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责任。在接受采访时，李晓明表示，电竞界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竞争和违规行为。作为电竞守护者，他们将继续致力于打击作弊、查处勾结行为，以及维护选手的权益。在采访中，李晓明还透露了电竞守护者正在筹备成立一个电竞协会，以正式注册和管理电竞队和比赛。这一举措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公平、高效、合法的电竞生态系统，使电竞界得到更健康的发展。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5集。在处理完违规案件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收到了来自政府部门的好消息。由于他们对电竞界的出色贡献，政府决定授予他们推动电竞产业发展贡献奖。对于这项殊荣，李晓明和队友们感到非常荣幸和激励。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履行作为电竞守护者的职责和使命。在颁奖典礼上，李晓明发表了动人的演说。他表示，电竞不仅仅是一项游戏，更是一项高科技产业和体育运动。电竞选手需要面对严峻的训练和巨大的压力，但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却为世界带来了无价的娱乐和文化价值。李晓明还呼吁，电竞界各界人士应该共同努力，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健康的竞争环境，让年轻选手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和发展。在颁奖典礼结束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收到了许多来自电竞界和粉丝的祝贺和支援，这不仅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决心，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保护电竞界的决心和责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继续在电竞界大展雄风。他们不仅在比赛中赢得了优异的成绩，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帮助电竞界中的弱势群体，如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透过这些公益活动，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希望将电竞的精神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也能够从电竞中受益，同时也为电竞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未来的日子里，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将持续在电竞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们将以自己的行动和奉献，推动电竞界不断进步和发展，成为电竞界最闪亮的明日之星。在这一集的故事中，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因其在电竞界的出色贡献，荣获了推动电竞产业发展贡献奖。
他们将奖项献给所有为电竞界付出过的人，并承诺将继续用自己的行动和奉献，促进电竞界的公平、健康发展。除了在电竞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外，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还透过公益活动，帮助电竞界中的弱势群体，为电竞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他们将成为电竞界最闪亮的明日之星，持续影响和引领着电竞界的未来。第5集光芒四射。在接到政府颁发的推动电竞产业发展贡献奖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受邀参加了年度的电竞嘉年华会。在嘉年华会上，李晓明和队友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电竞选手、团队经理以及电竞爱好者见面交流。他们分享了自己在电竞界经历的酸甜苦辣，以及如何成为了电竞守护者的历程。在与各路人士交流的过程中，李晓明强调了电竞界公平竞争和保护选手权益的重要性。他呼吁各界人士应该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健康、快乐的电竞生态系统。在嘉年华会期间，李晓明还推出了一款全新电竞周边产品。这款产品在设计上融合了最新技术和时尚元素，受到了众多电竞爱好者的欢迎。这场嘉年华会不仅为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带来了大量的曝光度和商机，更让他们有机会与全球的电竞人士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为未来可能的合作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嘉年华会结束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受邀参加了另一场大型的电竞赛事。这场赛事吸引了来自6大洲的顶尖电竞队和选手，他们将一较高下，争夺冠军宝座。李晓明和队友们在赛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韧性，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进入了决赛。决赛中的对手是来自欧洲的一支强队，双方在赛事中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在李晓明的领军下，电竞守护者以快速的反应、精准的打击和优异的团队合作，逐步扭转了战局。最终，电竞守护者以令人惊叹的比分赢得了冠军。这场胜利不仅为李晓明和队友们赢得了荣耀，更证明了他们作为电竞守护者的实力和价值。他们不仅在电竞界获得了崇高的声誉，更被誉为是保护电竞界公平和正义的英雄人物。在赛事结束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和代言合同。他们利用这些机会，继续为电竞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开发新型电竞设备、组织青少年电竞夏令营，以及为电竞选手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等。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用自己的行动和奉献，为电竞界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进步。他们证明了电竞不仅是一项游戏，更是一项具有社会价值和贡献的产业。在未来的日子里，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将持续在电竞界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将用光芒四射的表现，为电竞界的未来开辟出一片光明的天空。应该如何处理不当的投诉？若收到不当投诉，可采取以下步骤处理：一、确认投诉内容，先确认投诉人的身份以及投诉的具体内容，确保投诉人是合法的投诉人，并确认投诉内容是否符合系统管理规定。二、调查处理，根据投诉内容，对所涉及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如发现投诉人确实有违反系统管理规定，应根据规定给予适当的处罚。三、通知投诉人，在处理完毕后，应将处理结果通知投诉人。对于受到处罚的使用者，应说明处罚的原因和理由。对于没有违规的使用者，应说明事件的经过和处理结果。四、建档存案，将投诉和处理过程存档，以备后台管理和日后参考之用。五、定期统计与分析，定期统计和分析投诉数量、投诉原因、
处理结果等资料。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6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收到了来自国际电竞组织的好消息，他们因在促进电竞产业发展、保护选手权益以及举办公益活动等方面的出色贡献，受邀参加了年度的国际电竞峰会。李晓明和队友们对此感到十分荣幸和兴奋，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职业生涯中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电竞选手、团队经理和产业专家交流经验和心得，为电竞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启发。在峰会上，李晓明发表了精彩的演说，他阐述了自己对于电竞界未来发展的愿景，以及电竞守护者如何在推动电竞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分享了团队在开发新型电竞设备、组织青少年电竞夏令营和为电竞选手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经验和成果。李晓明的演说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许多专家和领袖都对电竞守护者的成就和贡献表示赞赏和肯定。在峰会期间，李晓明还与多个国际电竞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这将有助于电竞守护者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展开合作和交流，为电竞界的全球化发展做出贡献。在与各路高手交流的过程中，李晓明也深刻地认识到电竞界的快速发展和严峻竞争。他意识到电竞守护者必须不断进步和提升，才能在电竞界中保持领先的地位。于是，李晓明在返国后立即召集了全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和规划。他指出，为了保持团队的竞争力，他们必须强化队员的身心素质，提高团队的协作能力，拓展技术水平和游戏知识。为此，电竞守护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开展了一系列的集训和研修课程。队员们在严格的训练下，逐渐提升了自己的实力和水平。此外，李晓明还引进了一批电竞行业的专家和教练，为队员们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咨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电竞守护者的表现明显改善，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赛事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不仅增强了李晓明和队友们的信心和决心，也为电竞守护者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在未来，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将继续在电竞界大展宏图，他们将用实际行动和出色表现，继续为推动电竞产业发展、保护选手权益和举办公益活动等目标而不懈奋斗。在这一集的故事中，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因其在电竞界的出色贡献，荣获了国际电竞组织的赞誉和合作机会。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作为电竞守护者的实力和价值，也向世人展示了电竞界不仅仅是一项游戏，更是一项充满挑战和机遇的产业。第6集飞跃盛世。在结束了在海外的峰会之旅后，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返回了家乡。他们带着在峰会上获得的宝贵经验和心得，决心在电竞界闯出一片新天地。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李晓明带领团队进行了多次战术演练和研究。他深知，要想在比赛中取胜，就必须对对手和游戏机制有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在经过多次磨砺和改进后，电竞守护者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赛事中，屡次打败强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李晓明的战略眼光和出色的带队能力受到了业界和粉丝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李晓明还关注到了电竞界女性选手的发展情况。他深知，女性在电竞界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女性选手却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于是，李晓明决定创立一个专门的女子电竞队，为女性选手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并帮助她们在电竞界中获得应有的认可和尊重。
电竞女神女子电竞队在成立后，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女性选手和粉丝的关注。在李晓明的亲自指导下，队员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令许多人对女性在电竞界的能力刮目相看。在女子电竞队取得成功后，李晓明又将目光投向了电竞教育领域。他深知，要想让电竞产业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于是，李晓明创办了一所电竞专业学校，为有志于电竞行业发展的人士提供从业机会和培训。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学生们不仅接受专业的电竞训练，还参加各种业余赛事和活动，以获取实战经验和提升技能。在李晓明的努力下，电竞守护者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电竞劲旅。他们不仅在赛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更为电竞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在未来的日子里，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将持续在电竞界书写传奇。他们将用实力和奉献，为电竞界的未来发展开辟出一片光明的天空。在这一集的故事中，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因其在电竞界的出色贡献，获得了业界和粉丝的广泛赞誉。他们不但在赛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在推动电竞产业发展、保护女性选手权益和创办电竞学校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李晓明用自己的行动和奉献，证明了自己作为电竞守护者的实力和价值，也为电竞界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虫害、营养不良或生理不适等因素，而动物在觅食能力下降时，也会影响其生存和繁殖。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7集。在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成功举办完公益电竞比赛后，收到了一份来自国际电竞组织的惊喜礼物。它们是一套先进的战术分析系统，以及一批世界级的教练和专家。这份礼物是国际电竞组织对电竞守护者在促进电竞产业发展、保护选手权益以及举办公益活动等方面的出色贡献的肯定。他们希望电竞守护者能利用这套战术分析系统，进一步提升队伍的实力，在未来的赛事中取得更佳的成绩。李晓明和队友们对这份礼物感到无比兴奋和感动。他们知道，这套战术分析系统将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研究对手，预测比赛局势，制定更精准的战略，从而在比赛中占据优势。在国际电竞组织派遣的教练和专家抵达后，电竞守护者展开了密集的训练和交流。他们从教练和专家那里学习到了最新的电竞知识、训练方法和战术理念。这些宝贵经验将帮助他们迅速提升队伍实力，迈向更高水平。在接下来的赛事中，电竞守护者发挥出了全新的实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赢得了冠军。这一胜利不仅给了李晓明和队友们巨大的信心和动力，还使电竞守护者在电竞界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晓明表示，感谢国际电竞组织给予他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利用这套战术分析系统和专家指导，实现了队伍的快速发展。电竞守护者将继续秉持初心，在电竞界奉献力量，推动产业健康发展。在这次成功的经验之后，李晓明决心将这套战术分析系统和专家指导的良好效果推广到更多的电竞队伍。于是，他创立了电竞团队培训中心，为有志于电竞行业发展的人士提供专业的培训和指导。在培训中心的帮助下，许多电竞队伍得以利用这套战术分析系统，提升了自己的实力，并在赛事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李晓明的贡献和影响不断扩大，他被誉为电竞教父的美誉升渐隆。在未来，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将持续在电竞界开创新局。
他们将用实力、用奉献，为电竞界的未来发展写下更辉煌的一页。在这一集的故事中，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因其在电竞界的出色贡献，荣获了国际电竞组织的惊喜礼物。他们利用这套战术分析系统和专家指导，实现了队伍的快速发展，并赢得了冠军。李晓明并将这些经验和优势推广给其他电竞队伍，成为电竞教父般的重要人物。顿力改变偏好和习惯，甚至影响其社交和情感行为。例如，饥饿的蜜蜂会集中搜寻食物来源，而饱腹的蜜蜂则会停止搜寻并返回蜂巢。在植物方面，虫害、疾病和营养不良等因素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进而改变生态系统中的食物结构和动物群落。在动物行为和生态方面，食物结构的改变会导致动物觅食行为的改变，如改变觅食时间、觅食范围和觅食策略。此外，食物结构的改变还会影响动物族群的数量和分布，从而改变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和食物网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动物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会发生行为适应，如改变冬眠模式、改变迁徙路线或改变交配季节等。这些行为适应可以帮助动物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下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如耗费能量或增加疾病风险。总之，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为了适应环境变化会发生各种行为和生态适应，但这些适应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演化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适应行为可能会对生物个体和族群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在面对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压力时，人类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如：一、森林保护和富裕。森林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森林和进行森林富裕工作可以维持土壤肥力、水源和空气质量，并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二、控制污染物排放，减少化学肥料、农药和废物的使用，可降低水源和土壤污染，保护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三、发展可持续农业，透过改进农业技术和农耕实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化学物质和肥料的使用，维护土壤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四、建立保护区和廊道，设立自然保护区和廊道可以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栖息地，促进基因交流和物种迁徙，维护生态系统稳定性。五、公众意识和参与，提高公众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保护行动，促进政府和企业在环保决策中更加重视生态保护。六、监测和研究，加强对生态系统的监测和研究，可及早发现问题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和生物多样性。透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协助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适应和应对环境变化，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李晓明带领电竞守护者队成员参加国际电竞峰会后，他们对于电竞产业的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和合作伙伴。在峰会结束后，李晓明接到了来自多个国家的电竞协会和队伍领导人的邀请，他们纷纷表示希望与电竞守护者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些邀请包括共同举办大型电竞赛事、联合研发新型电竞设备，以及共建电竞培训基地等。AI 电竞封神榜小说第8集。在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与国际电竞组织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后，他们受邀参加了一场在韩国举行的高水平电竞赛事，这是电竞守护者首次在海外出战。
他们渴望着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实力，证明自己。为了在赛事中取得好成绩，李晓明和队员们提前到了韩国，对当地环境和场地进行了详细的勘察。他们还邀请了韩国的知名电竞选手和教练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培训和指导。在与对手的几次友谊赛中，电竞守护者表现出了非凡的实力和信心。他们的优异表现吸引了大批韩国球迷的关注，令他们倍感鼓舞。终于，赛事的决赛到来了。电竞守护者在压力下表现出了大将之风，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对手，赢得了冠军。这场胜利不仅是对电竞守护者实力的认可，更是对李晓明领导力的巨大肯定。在颁奖典礼上，李晓明发表了感人的演说，他感谢了队友们的不懈努力和支持，也感谢了国际电竞组织和韩国电竞协会的鼎力帮助。他表示，这场胜利属于全体队员和所有支持他们的人，希望他们的胜利能激励更多的人投身电竞行业。在赛事结束后，电竞守护者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度评价和肯定。许多球迷都表示，他们被电竞守护者的实力和精神所打动，希望他们能继续在电竞界发光发热。在与国际电竞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后，李晓明带领电竞守护者队员们开始了紧张的训练计划。根据协议，他们将参加一系列国内外高水平的电竞赛事，并与世界知名的电竞队伍进行交流和合作。在接下来的赛事中，电竞守护者一路过关斩将，赢得了令人瞩目的佳绩。他们不仅为国争光，更为中国电竞产业赢得了尊敬和荣誉。在回国后，李晓明和队员们接受了媒体的盛大采访。他们表示，这次海外励精图治的经历让他们获益良多，不仅提高了自身技术和水平，更增强了团队合作和心理素质。李晓明表示，他将继续带领电竞守护者队员们在电竞界锋芒毕露，不断突破自我，创造更辉煌的成就。他相信，电竞守护者会成为中国电竞史上最闪亮的明灯之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电竞守护者继续参加了一系列国内外赛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不仅成为了国内顶尖的电竞队伍，更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和影响力。在李晓明的领导下，电竞守护者不仅在赛事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更积极地从事电竞产业的推广和发展。他们开办了电竞培训学校，培养新一代的电竞人才，还举办了公益性电竞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电竞运动。在电竞守护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电竞产业逐渐繁荣起来，成为全球电竞版图上的重要一员。在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为电竞界奉献出血汗和心力的同时，他们也收获了众多荣誉和肯定。他们被评为中国10大杰出青年之一，更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晓明表示，他希望电竞守护者能成为中国电竞产业的榜样和引领者，为更多的人带来机会和帮助，共同推动中国电竞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的领航下，中国电竞产业日趋成熟，在世界舞台上也越来越发光发热。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中国在电竞领域拥有无限的潜力和实力，为中国电竞的未来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和期待。在尔后的日子里，李晓明和电竞守护者继续在电竞界书写着光辉的篇章。他们不仅是一支杰出的电竞队伍，更是一股推动中国电竞发展的源源动力。李晓明的故事，就是一段关于追梦、奋斗和实现梦想的动人篇章。他用自己的生命和热情，刻画出了电竞运动最辉煌、最扣人心弦的一幕幕画面。
在未来，李小明和电竞守护者必将继续在电竞界披挂上阵，谱写出更为绚烂的章节。他们的故事将鼓舞着无数人去追逐梦想、突破自我，并为之不懈奋斗的，而不是简单的从统计数字和资料中提取资讯。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措施包括：依明确的政策和程序制定明确的政策和程序，使员工知道何谓期望和要求。这些政策和程序应易于理解，并且与组织目标和价值观一致。2、科学的绩效衡量，使用科学的绩效衡量和评价方法，以确保对员工表现进行公正的评估。这些衡量应与员工的职责和目标相关，并定期进行回合调整。3、开放的通，促进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的开放通，使员工感到被听和理解。这有助于建立信任和责任感，并有助于及早识别和解决在问题。4、训和发展，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以助员工提升必要的技能和知识，从而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员工的表现，还对组织的整体发展和成功至关重要。5、公平的待遇，确保对员工的待遇是公平的，包括福利、升机会等。公平的对待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并降低离职率。6、支援性环境，创造一个支援性的工作环境，使员工感到舒适和安全。这可以通过提供合适的工作空间、设备和资源来实现。7、正向文化，建立正向的组织文化。5、合作，团队合作和相互助。这可以通过领导者以身作则，表绩效和成就来推广。故事到此先告一段落，谢谢收看。